拜登上台后选择与特朗普截然不同的战略，相比之前与伊朗作对，现在的美国更倾向于讨好拉拢伊朗。当下美伊谈判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为了能够让伊朗停止去美元化，出售石油时能够继续用美元进行结算，拜登可谓是使出了全身解数。前不久美国还亮出取消制裁的具体细节，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向伊朗释放友好信号。只要伊朗继续维护美元霸权，遵守伊核协议，美国就可以减轻甚至是取消对伊朗的全面制裁。所以看出美国正一再向伊朗妥协，可伊朗真的领情吗？波斯湾传来战斗预警。根据最新消息显示，在美国军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多艘伊朗军舰直逼美国霹雳号军舰和一艘巡逻船，片刻之间冲突一触即发。最近的距离一美军舰仅隔62米。面对如此狂妄的举动，美国不可能没有任何动作。作为回应，霹雳号军舰向伊朗巡逻艇发出了警告，为迫使伊朗军舰有所退让。美军甚至还开火。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次的伊朗不仅没有退让，反而一副硬刚到底的模样。虽说伊朗面对美军向来都比较强硬，但是像如今这番直接对美军军舰展开军事挑衅的行为并不多见。敢公然包围美军，并且在遭到美军开火警告都不退缩的，分析认为这是伊朗方面向美国示强的一种体现，其或多或少都有警告美国不要频繁耍花招的意味。值得一提，截止到目前为止，伊朗和美国至少举行了3次谈判，可每次都没有结果。至此，伊朗很可能认清了美国政客的话不可信，伊朗应该坚持立场，而不是继续任由被美国欺骗。再者，伊朗方面或许也清楚，面对美国这样恃强凌弱的纸老虎，只有强硬才能使其有所忌惮，一味的妥协只会让美国变本加厉。不过外界疑惑的是，为什么伊朗早不示强晚不示强，偏偏在这个时候示强？这背后是否另有隐情？事实上，伊朗之所以如此底气十足，与普京的态度有关。此前俄罗斯方面多次表示，去美元化势在必得，俄罗斯愿意与伙伴国加强相关合作。俄罗斯为了给伊朗吃下定心丸，还特意派出俄罗斯外长前往伊朗进行访问。随后该国外长便表示，在军事和技术领域，俄伊两国的合作没有限制。这也就意味着俄罗斯变相的在给伊朗撑腰，一旦美国在军事上对伊朗进行打压，俄罗斯不会坐视不理，必定会出手相助。或许正因如此，伊朗在看到普京的态度发生变化后，开始有了底气，身后有俄罗斯撑腰，伊朗不在这个时候跟美国叫嚣，什么时候叫嚣？最近这段时间，日本跟着美国上蹿下跳，立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对华强硬政策上一条道走到黑，竟然获大多数日本民众的支持。在4月27号，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报告了2021年版外交蓝皮书。这份322页的蓝皮书中，中国被提及了273次，还突破4个首次。首先是关于中国南海、东海等行动，首次被表述成已成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和国际社会在安全保障上的强烈关切。而上一版是地区和国际社会共同关切事项，语气明显更强烈、急迫，表明日本危机感越来越大。其次，这个蓝皮书还首次指责中国执法船在所谓争议岛屿的活动违反国际法，并对中国海警表达深切担忧。在今年2月1号，中国正式实施新的海警法，必要时允许海警船拥有开火的权利，这引起日本强烈反应和抗议。多国早就通过了类似海警条例，日本如此跳脚，无非是恶意炒作罢了，借此指责中国破坏地区稳定。其三，该报告首次明确指责中国涉疆涉港政策，都表达了严重关切，而在涉台问题上还将其列为重要朋友。最后，蓝皮书还首次将中美关系列为独立章节，强调要和美国等盟友联手，以遏制中国军事扩张。从美日2+2会谈到首脑会谈，日本就在不断加强和美国的盟友关系，更是在涉台问题上不断走上危险道路，多次表明要借助台海局势。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本政府正考虑相关涉台问题法律层面应用，日本对华政策彻底变了。除了政府层面表态，日本民间对于冲突的呼声也很高。据日本经济新闻和东京电视台进行的民调显示，有74%的日本受访者支持日本参与介入台海，只有13%反对。之前也有一份民调显示，有至少70%以上日本受访者表示对华强硬。在日本国内，全面对抗中国似乎已经是大势所趋了。不过，日本国内也有声音担忧，日本或被美国先出卖。有日本专家担忧，日本经济未来在中国，
但配合美国恶华将导致经济受到冲击。从历史来看，美国不会为日本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有日媒担忧会被出卖，美国曾对日本家电、半导体等产业进行打压。特朗普还曾强迫日本打开农产品市场，并且还有大量美军驻扎。现在美日打得火热，未来美国肯定会让日本付出代价。自去年9月以来，我军战机就在台海附近空域进行演训，以前飞一次就会引发岛内大地震，现在已经形成常态化了，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整个新活。最近岛内再次如临大敌，美高官也发表危险言论。据台媒26号报道称，当天上午解放军军机3度进入台西南空域，不过和之前有所不同，这次解放军军机罕见飞行高度只有30米的超低空巡航，这是今年最低巡航高度。前2次在3000米到7000米之间空域飞行，而第3次进入相关空域的时候，解放军军机突然以30米高度超低空状态袭扰。据岛内专家分析，解放军此举可能是针对台军雷达网找雷达死角，轰六高速低空突防掠过，更像是为多种战术做预演。而且这难度不小，因为没有电传飞控，再加上机体沉重，操作难度极大。这次超低空飞行更是给岛内极大的压迫感。据统计，截至25号这个月，解放军军机已经来了高达100架次，并且接连创下纪录。在12号当天，共有25架次解放军军机进入台西南空域。此外，中国最近还一连服役了3艘战舰，包括075型2栖攻击舰海南舰、055万吨大驱大连舰，还有一艘最先进的战略核潜艇，有夺岛神器，也有2次核反击神器，而且全都服役于南海舰队，其意义不言而喻。而关于台海局势，美国前国安顾问麦克马斯特有很大不满。据美国之音报道称，麦克马斯特宣称，台海局势正处于一个极限危险的时刻，大陆正用一系列军事活动进行恫吓，以颠覆岛内的意志。同时，他还给岛内支了几招，应该扩大兵役服务的规模，要让对手知道全民皆兵。他甚至连动武时间都定了，关键时间点将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及20大之后。为了支援，近日美军内部也进行了推演。不过，美国防部前副助理部长戴维·奥克曼内克在对台支援模拟演习中大陆火力惊人，台空军短短几分钟就被歼灭，美舰机面临的情况也很糟糕。事实上，美国多次发表危险言论，给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就是为了趁机兜售破铜烂铁，并鼓励他们去当炮灰。无论如何，就像我外交部所说的，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任何国家都不要有非分之想。